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今天要来开箱这盒新发售的 HGCE 传说钢弹。终于啊，传说钢弹蹲了这么久，总算是迎来了新生版的模型，所以那个天地应该也可以来一下了吧？那今天的影片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外观以及部分结构分析、可动评测以及我个人的一点小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HGCE 传说钢弹表现如何。哈基美毛秀。板件数量10片，很扎实的10片大板件。盒子相较于很多 HG 的盒子也是相对厚了点。补色贴纸当然也是有。有趣的是，这张补色贴纸正好就在某片板件旁边，直接看出来大面积的贴纸就是补在光束步枪的护木上。真有你的完代，演都不演。看一下组装完成后的外观，跟设定稿比较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魔改，部分有进行锐化，像是胸甲以及裙甲的部分。原本脖子周围的护甲也有进行缩小，天线、小腿跟龙骑兵系统也有进行延长或是扩大。个人觉得这个比例很好看。依序看一下身体各处，首先是头部，头部这一次的结构是采用中间的深蓝框架，前后结合眼睛跟下巴的零件来达成分色。厉害的是，透过这样的分件，达成了下巴、眼睛下缘以及火神炮的分色，设计上很巧妙。要注意的是，天线中间的红色零件有一小段是卡榫。很不明显，从光架上剪下时绝对要注意。躯干的各处分色也都做得很到位，中间的散热口也有做出来独立的分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素体可以看到有预留空间给背包的管线，让人可以感觉到分色的巧妙。内部的结构让这次的可动有很强的水准。待会来讲可动的时候来看看。手部先来看肩膀，肩膀的上盖是整片独立零件，有针对散热口做出凹槽设计。这边可惜的是，散热口并没有直接的分色。不然的话会非常完美。整个手臂算是有个简易的骨架，在腕部装甲有锁扣设计，确保不会脱落。裙甲部分，如果不是这一盒模型，还真没注意到传说的前后裙甲居然是一模一样的造型。裆部内侧的散热口同样有做出镂空分色，侧裙甲则是由2个龙骑兵组成，各自可以独立取下。脚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，膝盖处的白色散热口采用独立分件，小腿底部的结构也很特别。在散热口零件上安装收纳槽和脚掌盖，最后才与小腿零件组合。透过这样的设计，同时打成了镂空分色、稳定可动以及收纳的功能，真的超强。外侧的散热口外盖也是独立分件。除此之外，脚掌上方这边也是采用了镂空设计，分色上无懈可击。脚掌的内层这一次是一体式的零件，内嵌一个独立的直轴，配合跟小腿连接的零件，在可动上有很大的角度。再来看背包跟龙骑兵系统，大龟壳本体是由4片大型的零件组装，跟背包有可动的关节连接。背包的设计有悬空的管线，在连接本体之后会看到管线完美的卡在胸甲下方。本体背后以及背包下方的2个大型喷射口设计非常出色，喷射口的内外层采用独立零件，实现了完美的分射。这种设计以前只有在 RG 以上的等级才会有，这和 HG 传说几乎可以说是亲儿子等级的待遇了。那这边我有点白话，是因为我不小心装反了。正常的组装过程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哦。所有龙骑兵都可以拆下，红色的炮口都是独立分件，与背包连接处采用内部滑动的锁扣设计。灰色零件后方还有凸起处，可以与龟壳内部的凹槽做结合。虽然不会说锁得很紧，但足以固定龙骑兵不会松动。上方的2颗主炮，最长的本体是一体式的零件，只有中间的分膜线需要处理。底座在内侧也有一定的机械结构。跟龟壳的连接处也有灰色的分色处理，视觉观感非常棒。套件内也有附上2个光束级的特效，有底座以及4个光束特效搭配 C 扣组合而成，都是独立的可动。安装也是直观的插进主炮内就好，搭配底座就可以还原动画内的场景。既然有着大龟壳，肯定要看一下平衡感，不意外的站不太稳，也是需要调整整体的重心才会比较好站。再来看一下手型。分别是传统双手的握持武器以及左手的开掌，开掌的角度很大，有点像是命运的掌中炮造型，待遇也比命运的好。手掌盖这边的光束盾发生特效不用共用，可以直接替换手掌，真的很棒。不过当然，丰富度是有点少，没有常规的持枪造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当然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替换武器，很方便。另一个看法就是万代又在偷懒了。接着看手持武器，光束步枪、光束盾以及2把光束剑。步枪的部分很长一把，在护木的前端有做镂空，
分色上就没什么诚意了。贴纸占了不少的面积，扳机可以折叠，收纳在大龟壳中间的凹槽中。光束件的尾端可以互相连接，变成 C 的系列的双头光束件，可以收纳在小腿的隐藏收纳槽中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其实是有方向性的，可以看到在内侧是有一个凸起的小卡榫。那这边的光束件的尾端需要配合这个卡榫的方向性，不然会盖不回去。光束灯在设定上有2个，但这一盒是只给了1个，材质上偏硬。安装时需要先将握持武器的手掌盖外侧的白色零件取下，安装上去后再将白色的零件盖回去。开掌的白色零件因为卡榫不同，所以无法使用光束盾。最后来看贴纸、补色处以及头胶处。首先是贴纸，常规的双眼以及前后的监视器，再来就是全部贴在光束步枪上。除了瞄准镜的覆盖，其余全部的白色都是补色贴纸。再来是护目旁蓝色以及红色的细节，以及瞄准镜内部的本体。平常我会说这是偷懒的极致啦，但这一次的本体真的太优秀了，我就当没这件事情了。补色处虽然有，但很少。灰色的话分别在脸颊外侧的散热口、肩胛内侧以及上臂内侧的散热口，最后是前后裙甲的散热口，再来是光束步枪瞄准镜后方的红色，真的算非常少哦。头胶处的部分也算少，脚掌的话这一次很扎实是没有的，只有在前后裙甲的内侧上端是有而已。接着看一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脖子处是有额外的关节，因此在俯视的表现会比仰望来的好一点。前后摆动、侧摆以及左右旋转，这些也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躯干由于刚刚提到的内部结构，因此在腰部以及胸甲各有1段关节，在弯腰总共有2段可动，表现非常突出。那后仰的话就几乎没有，侧摆的表现也是配合腰部的关节有很不错的表现。另外在跟裆部的连接处还有1段关节，因此可以有更大的角度。左右旋转则是没有任何的干涉，手部的前后旋转没有什么问题，外摆关节也有做配置，而且角度很大。此外还有做提升往上摆动幅度的设计，肩胛可以向上掀起，角度来到120度，非常大。手部平举配合外摆关节有接近130度的优秀角度，肩胛外侧的散热口同样可以进行搬动。手部弯曲2段可动，角度接近180度，非常优秀。那至于手掌旋转以及根部旋转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前后裙甲分别是180度，一样是常规的 HG 联动，可以自行切开打成独立的可动。侧裙甲是固定的球形关节，可以前后摆动，但是平举的话就没有办法了。前踢跟后踢都是90度，侧踢也是90度，根部旋转也是正常。屈膝是2段可动，角度180度，小腿贴大腿的程度。小腿外侧刚刚看过有可动的光束件柄收纳槽，不过在推回去的时候会感受到有一点点卡，需要再用轻微的力气按压回去。脚掌盖有独立的可动，脚掌的部分前后摆动是没什么问题。侧摆则是刚刚提过的脚掌连接零件，幅度很大，在摊平脚掌也有很棒的表现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龟壳可以整个向上搬动，呈现主炮发射的姿势。两侧的龟壳都可以独立经纬上下摆动，也可以向后搬动，呈现准备出击的样式。龙骑兵的连接处也都可以前后搬动，呈现出全弹射击或是对空射击的姿势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HGCE 传说钢弹的开箱了，真的非常惊艳哦！以 HG 来说，能达到这种程度真的是不简单，可动跟分射都是一流的水准。万代在这一盒真的给了非常大的诚意哦。我个人是在写文案的时候，真的是越写越喜欢啦。那如果说你有买命运钢弹的话，真的非常非常推荐这盒 CP 机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那下一支影片就是回到 C 的吴小强补完计划的 MG 神盾了。这一盒被观众留言惨兮兮的 MG 到底表现如何？那我们下一支影片拭目以待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